昨天我有一個朋友辭職了，年薪100萬。就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哈，如果說年薪100萬能夠辭職的話，大家伙兒是不是也是非常驚訝的？就剛開始哈，我也不信，直到昨天晚上，就是吃飯的時候和唱歌的時候啊，我絲毫沒有感覺到他非常失落的樣子，反而開心的像個傻子，就像剛出來的一樣。我記得昨天我問過他這麼幾句話哈，我說年薪100萬的工作，說辭職就辭職了，還是說跟家裡鬧別扭了怎麼樣？他回答了我一句話，我愣了非常長的時間。他說，你知道我為了上這個破班，我他媽都快幹成 AI 了。然後他就自己悶着頭乾了一杯，然後接着跟我說，年薪100萬的真相只不過是高级牛馬罢了而已。他說在外人看來，年薪100萬是非常的光鮮亮麗的，實際上呢，凌晨2點改的 PPT 改到第5版，老板打電話跟你說還是用第1版吧，一年飞他媽100多趟。京沪高鐵的這個乘務員都認識他，叫他筆記本戰神， KPI 比自己的命都硬，完不成就得在例會上就是當成一個反面的教材，還得当众反思，跟小學生上台写检討書讀检討書是一樣的。他也給我算過了一筆賬哈，說你以為年薪100萬就是金飯碗了嗎？扣完五險一金再加上交的稅，到手呢剛好在陸家嘴買2個平米的廁所。第二個呢，他說就是现在这些混子同事的快樂他是永遠不懂的。就公司裡面哈，有月薪2、3萬的中層，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，然後刷手機打卡等午飯，下午開會，順便再講2句啊，再研究研究，同志們加把勁兒。到點呢，下班發個朋友圈，又是充實的一天。他們混的比他舒服的很多，工資少，他說，但是起碼不用掉頭髮呀。我拼死拼活的就拿他們的2倍工資，但是工作量是他們的10倍有余。第三呢，他說辭完之後就感覺自己重獲自由了一樣，就交完離職信的那一刻，走出了公司大樓的那一刻，突然覺得陽光照在臉上非常的暖陽，非常的刺眼啊！醒悟過來之后發現原來是自己很長時間沒有見過下午4點的太陽。他跟我說哈，他現在最想幹的事是什麼呢？就是睡到一個自然醒，而不是被消息震醒啊，也不是驚醒。然後呢，再就是好好的吃頓飯，就是不是在高鐵上每天吃那個冷的三明治和硬的大米飯啊。然後呢，他掏出手機給我看了他裡邊的3張圖片。第一張，凌晨3點的寫字樓，定位顯示過去半年已打卡87次。高鐵小桌板上變形的筆記本電腦，上面赫然的寫着京沪線第48次往返，這是第2張。最絕的是第3張，他給我看了他自己的體檢報告，脂肪肝、頸椎反弓、心電圖異常等。最重要的是醫生建議欄裡邊寫着避免過度勞累，被他自己用紅色的記號筆畫了一個小的圓圈，上面打上了一個叉號。他說就是最後的一點，就是年薪100萬到最后的結果就是給自己打工。他現在呢準備自己做點事情，可能是跟自己之前行業有關的，做自媒體，也可能呢是自己做點小生意打工掙100萬呢，你得把自己榨乾。自己做生意能夠挣100萬呢，至少時間是自己的，就算虧了至少還能看見下午4點的太陽就是说完这話呢，他就突然扯着嗓子吼哈，我曾經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就是跑調的理直氣壯。但是我欲言又止，就是無力反駁哈。就是唱完之後他最後又吹了一小瓶，他說就是年薪100萬是他自己之前夢寐以求的樣子，現在覺得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才是真正的牛逼。所以各位，你也不要羡慕那些年薪100万什么高薪辭職的人，對吧？他們不是任性，只是算明白了拿命換錢不如換自由。
這也讓我想到了延边刺客之前講到的一句话啊，就你见过上班猝死的，你见过不上班餓死的吗？当然啊，我把这件事講出來呢，並不是讓大家去辭職，包括我直播的時候，我也經常給大家講，在當下的情況能別辭職別辭職，對吧？先活着，先幹着。首先呢，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我自己也是覺得非常的驚訝，所以才給各位分享出來。就是我想問的是，各位，你們現在也是這種情況嗎？